之前5月时才跟大家解析过川湖，当时我们聊到它靠着挑战 1.3 吨物理极限的极致工艺和3700多项专利护城河，缴出了 77.7%， 这堪比半导体 IP 股的恐怖毛利率，甚至完美兑现了年赚10个股本的承诺。然而才过了一个季度，川湖最新公布的财报与法说会又再次震撼了整个市场。不止各项财务指标全数狂飙出历史新高，管理层更宣布将加码启动高达100亿元的创业3期与5期扩厂计划。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作风向来谨慎的川湖决定将这项扩产计划比原定时程提早了1年半至2年？真的，这次法说会最让人侧目的，绝对是这个100亿扩产提早启动的决策。一家公司如果不是看到了确切而且超庞大的订单能见度，怎么可能突然把3期跟5期的总投资面积直接倍增到22万平方公尺，而且动工时间还往前狂拉？这太不寻常了吧！这背后隐藏的绝对不只是单纯的产能扩充，而是技术世代交替下对手已经连车尾灯都看不到的残酷现实。要理解扩厂的底气，我们必须先直视这个令人窒息的数字 87.12%， 这是川湖2026年第2季的营业毛利率，而且费用率仅仅只有 5.34%。 等等，传统硬体制造厂怎么可能做到这种获利？这根本是暴利了吧？那是因为川湖的获利结构已经完全跳脱了传统制造业的框架，正式迈向了半导体 IP 授权级的位阶。这不是单纯的卖铁件，这是卖规格、卖专利，更是卖一张让客户安心的保险单。今天的解析，我们将透过6个核心维度来解构川湖，从 IP 估值重塑、全球产能倍增、财务数据狂飙、经营诚信检核、极端压力测试，最后探讨它的下一个成长曲线。第一部分 IP 估值重塑，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打破毛利率天花板的。川湖现在凭借高度的自制与自动化，把研发交期从 1.2 年急速压缩到3个月内，这根本是台积电等级的极速模式。内部500多名工程师现在是每周都在产出1到3个新 IP。你把这些 IP 放到实体机柜来看，这根本是工程学奇迹啊！你想想，现在的 AI 机柜，像是 GB200 或 GB300， 重量早就飙破 1.5 吨了。要在这种庞然大物里做到误差只有 0.01 毫米的液冷跟电气接头盲差，那滑顺度要求有多夸张？他们独家的空间转移技术，甚至能硬生生帮客户省下关键的1毫米散热风道空间。没错，这种让敬业陷入产品还没上市，规格就已经过时的世代代差，正式管理层敢霸气定调，未来常态毛利率 70% 到 80% 将是基本盘的底气。第二部分，全球产能倍增，这就让我好奇了，100亿扩产跟休斯顿厂的量产布局真的能顺利吗？现在美系 CSP 巨头的资本支出都是冲向上兆美元在砸，川普宣布了100亿扩产，真的赶得及吗？而且休斯顿厂9月就要量产了，初期会不会有学习曲线跟折旧阵痛期，反而侵蚀短期毛利？这正是100亿扩厂必须提前1.5到2年动工的核心逻辑。2026年底启动了3期与5期，锁定的是未来 Vera Rubin 以及更下世代的超重型机柜需求，配合2027年中上线的2厂与宿舍规划，更是直接绑定核心的自动化人才。所以去休斯顿不只是为了规避那10%到12%的关税咯，重点其实是提供下周给样品、下个月测试的那种在地极速服务体验，对吧？完全正确。虽然初期一定有美国厂异地复制自动化设备的 ramp up 学习曲线与折旧阵痛期，但因为高单价的 ASIC 高度客制化专案占比提升，整体的超高毛利结构依然稳如泰山。第三部分，财务狂潮，光是半年的获利就直接碾压了去年1整年。看到财报我真的吓一跳。从画面上这张2026第2季获利能力的图表，可以清楚看到营业毛利率从2025年一路往上垫高，到这季实质跳升到 87.4% 的惊人水位，连营业净利率也高达 77.1%。而且这绝对不是一次性的业外收益，是本业获利结构的彻底质变。随着高阶 AI 伺服器导轨单价达到传统伺服器的2到3倍，且 ASIC 导轨的毛利甚至比 GPU 更好，这种获利水准绝对具备长期的延续性。这爆发力能维持多久啊？光是2026上半年 EPS 就高达 110.96 元，直接超越2025全年的 103.23 元，太夸张了。我们把 EPS 跳跃轨迹拉长来看，2024年是 61.56 元，2025年跳升到 103.23 元，到了2026上半年就拿下了 110.96 元。根据目前法人的预估模型，2026全年非常有机会挑战350元的门槛，明年甚至上看500元以上。这就是 AI 机柜导轨从选配变成1对1标配后量价齐扬的威力。另外，大家千万别忽略了川湖账上的终极防御网，高达293.8亿元台币的巨额现金，
将近7亿美元的现金呢，这代表什么？光是1年产生的利息收益就能贡献 EPS 10块钱了吧？没错，2025年的营运现金流也高达113.30亿元，这让川湖能霸气宣告，这100亿扩厂是100% 自有资金，零向资本市场增资，股东权益1毛钱都不会被稀释。听完前半段，大家是不是也被川湖87%的毛利率跟半年赚1个股本的狂暴财务数据震撼到了？但获利再夸张，终究得回归长期的经营诚信与估值安全边际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用更严苛的视角，替大家检验管理层过往开出的支票到底有没有兑现，并且用真实的估值模型来算算看，所谓的万元股到底有没有实质支撑哦。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，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哦。第4部分，诚信大检核，我们来看看过往展望与最新实质成绩的对决。这部分真的很刺激，比对上一季与过去开出的支票，管理层的预测到底准不准？数据是不会说谎的。我们把管理层过去的展望跟最新成绩单放在天平上比对，结果非常戏剧化。过往展望月营收20亿元，结果2026年7月实质单月直接冲破60亿元。获利防线也是啊，过往预估守住74%到77%毛利率，结果2026第二季实质狂飙到87.12%。扩产计划原定2028到2029年，现在提前到2026年底动工，之前说挑战100元 EPS， 结果2026上半年就以110.96元轻松达阵，管理层这支票不止兑现，根本是几倍的超额给付码。第5部分，极端压力测试，这是我最关心的，所谓万元股的安全边际到底在哪里？我们必须尖锐一点提问：87%这种暴利，难道不会引来美系 CSP 采购部门眼红，进行强烈的 cost down 砍价吗？这忽略了导轨在 AI 时代的本质。你想想，一台单价高达500万美元的 AI 机柜，导轨就是这 1.5 吨胶柜晶片的安全保险单。客户更在乎的是绝对的可靠度，而不是微小的价差。加上川湖胜率近乎100% 的专利维权，连在中国南京高等法院的诉讼都拿下胜诉，法律风险迫使客户根本不敢用抄袭品，只能乖乖指定川湖。那如果进行极端压力测试呢？假设2028年 AI 资本支出开始趋缓，或者新平台延迟，万元股评价还撑得住吗？话虽如此，但根据我的观察，川湖近3年历史本益比区间在 19.22 到 61.25 之间，若扣除本益比的极端值约正负 9%。以 FactSet 今年2026年预估 EPS 中位数253.74来算，股价区间为5895到14523。以 FactSet 明年2027年预估 EPS 中位数336.42来算，股价区间为7816到19255。以 FactSet 后年2028年预估 EPS 中位数469.25来算，股价区间为10902到26858。这也难怪法说会前后川湖股价就一路狂喷。只要我们心中有个基准点，在什么时间点会有什么股价区间，大家真的也不用太 FOMO。而且下4代 Vera Rubin Ultra 重量还要暴增到4倍，单价与 0.01mm 公差门槛的再提升，将完美补偿可能出现的量能趋缓。第6部分，第2与第3成长曲线。这点也很重要毕竟现在有高达 90% 以上的营收都集中在 AI 嘛。万一 AI 景气真的出现修正，他们的横向布局真的有发挥作用吗？绝对有。全球目前仍有高达 50% 的通用型伺服器还没采用滑轨，这是通用型伺服器复苏后庞大且未开发的稳定底盘。最让我兴奋的是顶级厨具这块啦，全球高阶厨具滑轨是个高达35亿美元的蓝海，目前川湖市占率仅 2%， 但毛利率却高达 50% 以上。再加上他们深耕10年的 IoT 智慧眼镜机构件、量子电脑的超低温机构件，甚至是太空资料中心，这根本是跨域进化从承受 1.5 吨巨兽级 AI 晶片的零工插盲插，一路跨界到顶级厨房里丝滑无声的智慧储存机构，甚至放眼未来的太空资料中心，川湖不断在证明，只要有空间限制、有重量挑战的地方，就有他们 IP 发挥的舞台。当这家公司已经将研发交期压缩到3个月，每周都在产出新专利时，我们不禁要问，在不断突破重力与空间的极限后，川湖下一个要打破的物理藩篱又会是什么呢？这绝对是未来几个季度我们必须持续锁定的焦点。